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贫而不见，历来少见；见而不贫，随处可见。要做到贫而不见或贫而不苦，这个不容易哦。或者要做到苦而不怨，这个也都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贫而不见，历来少见；见而不贫，随处可见。大家仔细去想想是不是如此啊？其实这句话不难理解了哦。前面那一句呢，贫而不见，历来少见，意思就是虽然很贫穷，但人格不低贱，还是很高尚的。这种人历来少见。那下一句呢？见而不贫，随处可见，意思就是说人格很低贱，但却很富有哦。那这种人呢，到处可见的。这整句话道尽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里面呢，价值观严重扭曲跟笑贫不笑娼的现实面。其实不是现代人才笑贫不笑娼的啦，古代社会早就已经是笑贫不笑娼的啦。可见古代的凡夫跟现代的凡夫是放诸四海皆准了，都是半斤八两了。所以我以前讲过，不只是大爱无国界了，凡夫也是无国界的，不会因时空之不同而有不一样之处啦。孔子时代2000多年前的凡夫跟现在凡夫差不了多少，亚洲凡夫跟欧洲凡夫也差不了多少，对不对？笑贫不笑娼的意思是说，比起那些娼妓人们更看不起那些贫穷的人所以这是一句很讽刺的话哦，嘲讽那些金钱至上、为富不仁的人。其实这个娼不单单是指古代的那个青楼女子或者现在社会的什么娼妓它也是指那些表面上光鲜亮丽、道貌岸然，但是背后却做着肮脏、龌龊，甚至是做那些不法交易的人然而一般人他不会在意他们的金钱来源哦，大家都觉得只要自己有钱，别人就对我们礼敬三分那道德四维的人心社会就是这样的价值观贫富不能论人品但交见却可评高下哦。很多人不是因为不足而贪而是因为不知足而贪也不是只有穷人会贪富人也会贪有些人虽贫但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就是贫中之富就是黑暗走向光明。那有些人其实看着已经很富有了，但是对财富名利的追求呢，依然是到了狂热的地步也因为贪求无厌的心理而让自己的内心永远处在匮乏的状态。外表看起来虽然是很风光，内心其实是非常的空虚。这就是富中之贫也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有的人人品很好，然而他们没有钱财不富有，因此有些势利眼的人就会看不起他们现实的社会就是如此嘛。也才说富在深山有人去，贫在隔壁没人来非常的现实这句话所表达的含义是在讽刺那些只会嘲笑穷人，却不去嘲笑那些为了钱财而不择手段的富人，甚至这些富人还成为人们所羡慕学习的对象这种拜金主义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丑陋的人性其实古人在讲笑贫不笑娼的时候，后面还有接上一句五字秘诀这句大家都漏掉了，只讲前面那一句后面这一句其实大家也懂了，叫做救急不救穷救急不救穷这句话很好理解，意思是说只能救紧急或急难的事情但不能长时间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有点武断把话说得太死了。因为我们在做国际赈灾的时候，那些灾民或穷人很多是穷到三餐不继的
穷到没钱看病的，穷到家里家徒四壁的。我们如果强调说我们是救急不救穷，而不施以援手，那这样就说不过去啦。所以我们常常讲法无定法，原则是人定的更不应该是死板板的，而是要怎么样？弹性绝妙才不会死板板的也才会理事圆融所以面对贫穷的灾民、贫穷的病人或贫穷的弱势我们还是要协助他嘛，救助他嘛。台湾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这样在做全球的慈济据点都有开案的贫穷照顾户，这个都是在救穷那再举一个例子，那我们慈济现在在回馈佛陀的故乡嘛，那些尼泊尔跟印度的贱民他们在2500年前的佛陀时代，一直贫穷落后到现在变成他们的正常生态，而不是一时的紧急事情那慈济志工在那边进行义诊发放生活补助等等这些慈善工作，其实这些也都不是在救急它不是发生急难的事情是他的贫穷我们才过去的然而有一个重要观念是，我们要透过教育去帮助他们摆脱穷困，而不是一味的给他们金钱或物资给他们教育，让他们受教育，才能够帮助他们脱贫。其实这也是正言上人的理念所以救急不救穷这句话也是有商榷的余地要看情形来说。人在锋芒毕露的时候呢，不容易想到周遭一切的危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看不到利益之中夹杂的陷阱跟危机那人在追求欲望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了财色名食睡团团转，而不知处处有危险。人人都在追求无欲虽然物质生活是越来越光鲜亮丽，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匮乏这就是佛法所说的五欲之乐也是有欲乐之苦叫做苦中作乐。然而有受佛法教化的人他就比较能够苦中说法。苦中作乐跟苦中说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追求越多就会永无止境，没完没了；追求越少，就终会有结束的一天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想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嘛。但如果我们逆向思考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这样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现在台湾现在周休2日，礼拜六礼拜天，很多店面都是关的，都不做了都是看开了少做一点，少赚一点这个欲望放低一点，日子好过一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努力赚钱养家而是不要把金钱当作人生唯一重要的事情在追求了。人生还有很多事情跟金钱一样重要甚至是金钱买不到的例如有钱难买寸光阴对，除了时间之外，健康、智慧、喜悦等等，有钱你也买不到那有些人收入虽然不高，但田安淡泊开销很节省，所以生活也是无后顾之忧有些人收入很高，却常常为钱不够花而烦恼，这是因为开销很大，所以生活压力也是很大。因此人生的真谛是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福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这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喝的心灵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包容那还有一帖叫做四物汤，就是和心和气互爱协力那四神汤跟四物汤都是做志工必修的功夫常常要饮用四神汤，才能让慧命增长，菩萨道上的精进而不中断那喝四神汤还不够，还要再喝四物汤喝四物汤能够
加强法力，养元补气。这2帖药都是药性温和啊，不起副作用啊，而且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心存贪念的人呢，心中会一直在匮乏的状态，并且会有囤积的念头啦。那积蓄跟囤积的性质跟意义是不相同哦。积蓄是我们每个月从收入中呢节省一部分起来，用于未来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的不时之需啊，这是一种好习惯，很多人都有在这样做嘛。然而囤积就不一样哦，囤积是一种贫穷的表征啊，越爱囤积越陷贫穷啊，心灵越受饥饿意识的折磨，因为你一直觉得不够啊，饥饿就是不够啊，一直感觉心中匮乏，不知足也不满足，所以一直往外求啊，这样就陷入求不得之苦嘛，这样就是刚刚讲的饱受饥饿意识的折磨啊，那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快乐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贪的人不一定会贫啊，贫的人不一定会贪啊，这句话也很值得探讨哦。先解释第一句的贪的人不一定会贫啊。虽然说贪的人不一定会贫，但是贪婪却很可能导致贫穷。他的贫穷是因为他来自贪，原因有6个。第一个，冒险行为啦，贪的人往往追求快速致富，容易冒着风险去做事情。像投资啦、赌博啦、一本万利啦、超短线的那种的啦，既然有风险，那就会有危机啊，那危机就会造成什么？血本无归，一贫如洗啊！赌博的人如果都会赢的话，赌场早就关掉了，不是吗？对，好，第2个不道德行为啦，贪的人呢会去从事非法跟不道德的活动。就像诈骗啦、贪污啦、偷窃啦等等，这些行为一旦被发现，会遭受法律制裁嘛，导致名誉损失跟财务破产啦。这个新闻报道时有所闻啦。第3个呢，过度消费，贪的人会因为追求奢侈生活而导致过度消费，会过度借贷而造成负债，也会因无法偿债而陷入财务困境。第4，忽视长期规划，贪的人呢，通常只关注短期利益嘛，急功近利嘛，而忽视长期的规划，不懂得储蓄跟量入为出导致财务状况呢不稳定。好，第5个，人际关系受损，贪的人呢，大家不愿与之为伍啦，因为人们不信任他，而跟他保持距离啊，也因此，当他碰到紧急的时候呢，会失去别人对他的支持跟协助，这样他会随时很难应对财务的困境。第6个，工作容易受阻贪婪的人呢，在人群中或职场中给人观感不佳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嘛，导致失去工作机会跟晋升机会人际关系不好最后影响到自己的收入跟他的发展。那以上这6个原因呢，会让心中有贪的人呢，很容易陷入生活跟财务的困境，最终变成贫困。那这6个原因里面呢，我们会理解虽然贪的人不一定马上会贫穷啦，但是时间一拖久，最终还是会导致贫穷。好，那这一段是解释贪的人不一定会贫嘛。现在来解释第2句，贫的人不一定会贪。贫的人不一定会贪，那是因为有些贫者虽然物质不充裕，但人穷志不穷因知足常乐而心灵富足这样心中富足的人就不会有贪念的念头贪的念头然而话还是不能说死贫的人就一定不会贪吗？这个也未必对不对？
贫的人也可能会贪哦。我们去救灾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灾民或者难民，也是会有饥寒乞盗心的情形啊，但都是少数啦。那我们会跟上人报告这个事情，他就说：“哎呀，少数不要去在意啦，我们要照顾的是大多数的啦。”虽然说贫穷布施难但只要人穷志不穷，智慧的智，这样还是能够贫穷布施也不难呐。很贫穷但很有智慧啊。虽然说富贵学道难呐，但只要富而好礼，喜欢学习礼仪，启发智慧，这样还是能够富贵学道也不难。相反的，如果一生懵懵懂懂、浑浑噩噩，那就很可能不只是贫穷布施难呐，甚至贫穷学道也都难呐。不只是富贵学道难，甚至是富贵布施也都难呢。不是没有钱，是没有捐钱布施的习惯了。30-40年前我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没有钱，但是没有捐钱的习惯啊。对，现在有些人是这样子哦，你叫他捐钱哦，那捐太少哦，他感觉没面子；可是捐太多，他又舍不得哦，那最后干脆不捐了。这就是我们今晚主题讲的“见而不贫，随处可见”。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回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指什么？贫而不贱，苦而不怨的人格修养啦。那孔子另外一位学生叫做子贡啊，那子贡问孔子这段文言文比较深一点，我就念过去哈。子贡问孔子贫而不谄，富而不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那子贡再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师之谓与？孔子回答：是也，实可与言师矣。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段文言文很深啊，我们直接用白话文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子贡问孔子：一个人如果是贫穷但是他不会低声下气他不会自卑他也不会去阿谀奉承那些有钱的人或一个人虽然是大富大贵但他却不会狂妄自大这样子的人，老师你认为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这样子的人可以表示说修养很好啦。但是这样孔子继续讲，但是这样的人呢，还不如穷的有志气，富的有涵养的人呐。那子贡就接着说修养很好的人，就好像子贡分享了他跟孔子讲，修养很好的人，就好像玉器的加工一样要切了再磋，切磋嘛，对，琢了再磨嘛，千雕万琢啦，修养跟修行都是要这样子千雕万琢对吗？跟孔子讲孔子这个时候有感而发的回答说：子贡现在可以开始跟你谈大道理了因为跟你说过去，你就知道未来，你就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有智慧这样白话文解释大家都听得懂这一段是孔子跟子贡的师徒对话，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是做一个贫穷而不自卑，或富有而不骄傲的人，这个还不够，这只是基本涵养而已还要更进一步做一个贫而不贱虽然贫穷，但是人格很高尚而且还要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富而不贵，或富而不治什么是富而不贵就是除了钱以外一无所有富中之穷富中之贫也就是说一般说的这个草包或者暴发户就是这样，不是吗？那什么是富而不治就是很有钱但是没有智慧那这个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富而不治则衰，有钱没智慧，最后也是会衰败下去的啦。生活中很多这种例子嘛，对不对？总而言之呢，处事待人要做到不卑不亢，
也就是富有的时候呢不骄慢，贫穷的时候呢也不悲屈，态度很得体，这个不简单。那社会上也有一种人哦，当他拥有一个主管的头衔的时候呢，他会依仗着自己的权势去颐指气使啊，利用人脉，利用关系，利用下属，并且很会享受权力。然而当他面对职位比他高的人的时候呢，他表现出来就不一样哦，他会攀援附和哦，逢迎巴结，很会拍马屁啊。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呢，不然发现我们生活周遭就有这样的人啊。那我们就要见不贤，内自省啊，不是检讨别人啊，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跟他一样啊？我们如果稍一不慎，也很可能落入这样子的境地而不自知哦。因此，我们常常讲不卑不亢这4个字，要把它做得很恰到好处或很到位，也是不简单的。那现实的人心现象是这样子：没钱的人想尽办法要多赚一些钱啊，已经有钱的人则希望能够成名，有钱又有名的人则希望享受更多的权利。其实这也是人们努力的动力啦，也不能说很不好啦，不能说不对啦。然而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哦，虽然说没有不对，没有不好，但是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哦，就是如果你有怀着贪念的话，你越是穷追不舍呢，生活压力越是沉重。而我们更要引以为戒的是什么？努力跟忙碌的过程中，如果是带有贪的念头，那后果会很严重，会因念头偏差造成价值观偏差，以致陷入死胡同里面呢。轻者会成为钱的奴隶，而被钱绑架；严重者是铤而走险，或者误触法网啊，导致身败名裂啊。这个是指努力或忙碌中带着贪的念头造成的后果呢，不得不去深思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就是这个道理嘛。其实忙忙碌碌过日子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日子过得很充实又有意义啊，那更是好事一桩嘛。所以不怕忙忙碌碌过日子，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庸庸碌碌过一生啊。等到年纪大了，人也老了，回首当年，空忙一场，虚度一生啊，徒叹唏嘘啊。人到底是为何辛苦，为何忙啊？人生整个过程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无影无踪。挥挥手不能带走一片云彩，那即使赚到了全世界又怎么样啊？对不对？那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啦，有再多的钱1毛钱也带不走，不是吗？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要把它想开，要把它做到就不简单。也因为不简单才要来学习嘛。1回生，2回熟，3回变高手。对，我们也因为有烦恼，才要来找方法嘛。有这样的念头，就是修行的开始啦。有时候我们虽然尝到了甜头，但因为缺乏先见之明啊，没有先知先觉，造成灾祸即将来临而不自知啊。就好像我们身处在心灵的火宅里面啊，那房子一直在外面已经起火了，他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对，只想在屋子里面忘情的玩耍，却不知道那是一间已经着火的火宅啊。那佛遗教经里面有一句经文是这样子说：如果的如被劫贼啊，苦止一世，5根贼祸，殃及累世，危害甚重，不可不慎。经文很深啊，我们直接用白话文解释。这个经文是在警惕我们，世间的盗贼犯的罪啊，法律制裁跟惩罚也只不过是止于这一世而已嘛。但我们的6根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6根如果没有守好的话呢，来世还是会带业而来哦。那结果就是什么？业障不断，灾厄偏多，凶多吉少，诸事不顺等等，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没完没了。命运很悲惨，很多人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境地之中嘛，对不对？
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顺利的，不能怨天尤人，检讨自己。孔子也说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应该念恶啦，恶是动词啦，所讨厌的啦，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用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财富跟地位都是大家想拥有的，君子是不会以不正当的手段跟途径呢去获得、去享有。同样的，贫穷跟低贱的生活是大家所嫌恶的。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去改变贫贱或者穷困，这是君子不会去做的事情呐。好，那《论语》里面呢讲到富贵贫贱的篇章很多，也举了相当多的例子了。那孔子的弟子当中呢，颜渊家里是最贫穷的，是大家公认的啦。但颜渊从来不因家里贫穷而自卑，相反的，他安贫乐道。这里的乐道不是指说乐于把自己的贫困跟别人诉说啦，吐苦水啦，人家很穷，不是这样子而是在贫困的环境中，乐于学习夫子之道，不但安住在自己的贫穷，还乐于修道，这就是贫穷学道也不难呐。那孔子另外一个学生子路呢，把自己的他发愿嘛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呐。这个是有侠情的学生呐，自己穿着普通的衣服，站在权贵身边呢，无惧于权贵的威势，他也不会刻意矫情就是刚刚所讲的不卑不亢的涵养所以只是安贫还不够还要乐道对内安贫，对外乐道，这样才是真正的安贫乐道然而这些国家都是安贫却不乐道，很清贫清贫而不致富。为什么？因为虽然自己心安，也轻安于贫穷的现况，却没有乐于走入人间道没有走入人群去利益众生所以虽然不会比较跟计较但也没有透过身体力行去为人群付出，去帮别人解除苦难。其实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过程中呢，也是同时在为自己植福田、聚福缘这就是我们要来做慈济志工的理由啦。也唯有这样，才有办法翻转或逆转我们的人生我们看看2500年前佛陀出生跟成道的地方，到现在依然还是那么贫穷落后2500年了呢，一点进步都没有关键因素就是证严上人所讲的一句开示：佛法虽然来自印度跟尼泊尔，但因为没有入人群而缺少事项，没有事项就难显真理啦。所以现在的慈济志工开始走入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的蓝毗尼跟印度的菩提迦耶，就是要把大乘佛法的事项落实在当地那开示当中的这句把大乘佛法的事项落实在当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把经文拿来用嘴巴唱诵而已而是要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身体力行，把大乘佛法实践出来，这样才有办法翻转自己贫穷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翻转自己的命运，也是要这样子做，这样才是正知正见。任何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赤身裸体的，不是吗？没有谁是穿金戴银，也没有人是什么含着金汤匙或者拿着金钥匙出生的之所以会有富贵贫贱之别，虽然各有前世的业因但也有一部分是后天环境所造成的贫穷的人只要肯努力，在艰苦的环境中打拼，绝不会三餐不继、衣食无着啦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富贵，然后再来交其亲友甚至鱼肉邻里那富贵迟早会败光。这就是孔子刚刚所说的：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道理啦。我们看看《红楼梦》里面那个贾家，财大势大，子孙不知珍惜啊，也不懂不以其道得之啊，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不以正道去得之啊，这样的严重后果，结果就是什么？被抄家之后呢，富贵权势全成了镜花水月啊，权贵家族成了乞丐啊。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嘛，人皆所欲啊，谁也不愿意一辈子都在贫穷线上挣扎啊。贫困的人谁都想要摆脱家无隔夜粮，睡觉没有床这种苦日子啊。正因为这样啊，社会才会充满活力，不是吗？然而世皆有度，物极必反呐，要有分寸呐。不管什么事情呢，一旦过度了呢，过犹不及，难免走向反面呐。富贵也是一样，富贵欲啊，欲望的欲啦啊，富贵欲，人人都有想要达到富贵的念头。严格说，这个没有错啦。即使一个君子都会有饥渴之情啊，都会有他的欲望啊，关键是有欲但不可胜，因为胜则衰，急则反，这是天之道，是人之理呀。毕竟呢，欲胜者欲望的欲了哈，欲胜者脑难清，欲急者行难正。这些古人的警示箴言呢，不但文辞很美，意境也很深邃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体会哈。好，我们今晚的主题贫而不见，历来少见，见而不贫，随处可见，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